战逐渐在全国流行起来。虽然当时用 ARC 平台，节奏和帧率与街机都有差别，很多高手不愿意承认网站的正统性。但是无奈街机房在全国的没落和网站的兴起已是大势所趋，很多拳皇高手也纷纷加入进来。毕竟全国性的比赛和跨省开枪一年也没有几次，但是网站却是可以天天玩的。所以吴志辉带着重庆玩家的期望开始在 ARC 进行对战。当时重庆的玩家以及成都的玩家在网络上各种为吴志辉打 call， 表示来自重庆的红孩儿吴志辉才是中国第一，毕竟从来无强败绩。当时全国的玩家当然是一顿嘲讽，觉得重庆的都是一群井底之蛙，经常举例某某某网站无敌的玩家来到线下参加折气比赛，结果呢前16强都没进。其中一个比较极端的言论是，吴志辉如果可以打败秦红，他把自己的眼珠子给挖下来。当然了，和重庆交流过的东北玩家以及武汉玩家倒是比较认可重庆的拳皇97实力，江浙沪一带当然是各种嘲笑了，毕竟没有打过也很正常。秦红虽然绝对实力不是第一，和他实力相当的至少还有广州小孩和柳州 TT， 但秦红的打法更奔放潇洒，套路也比较灵活多变，因此粉丝更多。虽然后期的比赛打不过 TT， 和广州小孩主力打平，3问被各种吊打，而广州小孩又在广西的拳皇比赛中击败了 TT， 获得冠军。只能这么说 ，TT 实力强劲，但打法不讨喜。秦红粉丝最多，第一的呼声最高，而小孩就是典型的比赛型选手，现场发挥和临场反应属于最顶级。基于以上原因，既然秦红的粉丝最多，而且也最不认可吴志辉的实力，那好，吴志辉就挑秦红下手来打。当年的秦红走南闯北也是霸气十足。秦红的回复也很简单，想和我打可以，开枪吧。不过当时的吴志辉还只能坐1块钱的没有空调的公交车，哪里来钱去开枪呢？只能一遍遍的在网上挑战各路高手，一边卧薪尝胆等待机会。这时候吴志辉开启了自己的网络开挂模式，当时的网站第一是 SC， 后来改名亚小霸，这人也是重庆的。吴志辉先找他下手，用8神排头效果并不好，换成神乐排头后直接就是砍瓜切菜，把当时这个所谓的网站第一打得很难堪。当然了 ，SC 这个网站第一其实有很大的水分，硬实力肯定是不如很多高手的。但是这对吴志辉来说不一样，这是他证明自己的唯一方法。他的8神虽然在重庆已经是顶尖，但是拿到网上和其他高手一打，发现根本就不好用。但是把神乐一排头，整个局势瞬间扭转。因为全国的玩家都很少遇到用神乐排头打8神的玩家，而且重庆神乐的传统打法就是紧闭式的压制打法，让很多玩家很不适应。当时玩网站的几乎全国高手都被吴志辉虐了个遍，大家都很不适应神乐的排头模式，甚至给这种恐怖的炸气破防紧闭式的压制神乐取名为仙人模式。当然在网上有几场比较经典的对决，首先是东北的高手小红帽，应该就是王军和吴志辉打了几场带裸杀和不带裸杀的对决，不带裸杀吴志辉赢，带裸杀王军赢。然后是大白兔，当时的大白兔在比赛连续翻盘沈阳第一成路后，其实已经是实际上的沈阳第一了。马力恐怖的翻盘能力让所有人震惊，因为他也是找不到对手，因此开始玩网站，和吴志辉多次交手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小负吴志辉，很多时候是20-16或者20-14。但大白兔这个人也很神奇，一直不承认网上那个人是自己，甚至还发过一个视频，网上那个人被自己20-0的录像，这也是够奇葩的。但这也让吴志辉非常不爽，觉得老子和你打这么久，你的打法我还看不出来吗？玩这些小招式，因此每次对战都下狠手，但差距并不大。主要是8神神乐虽然经常被吴志辉排头的神乐一顿虐，无奈马力的翻盘能力太强，经常反3。而秦红当时也厌倦了一直在江浙沪地区当土皇帝，用过几个马甲在网上对战，基本上当时的红花会3剑客，重庆吴志辉、沈阳大白兔、南京秦红，推翻了旧的网站秩序，建立了全新的网站3分天下的格局。那么他们彼此的胜负如何呢？虽然秦红和大白兔不愿承认网上的马甲就是自己，但是毕竟纸包不住火，每次都有人放出风声，某某马甲就是秦红或者大白兔。
当时的吴志辉和大白兔的对战基本上是以吴志辉胜利结束，但打的都还是比较焦灼。而秦红和大白兔对战很少，毕竟代表两个地方的顶级高手，谁输了压力都比较大。但也打过，结果呢是秦红胜利，主要是在进裸杀的规则下，大猪优势极大，8神各有千秋，不过都非常的奔放，精彩纷呈。而吴志辉和秦红也有过几次对战，过程也非常有意思。吴志辉8神抬头根本不够秦红打，换上神乐抬头后，经常能把秦红前面的8神神乐打死。然后秦红最后一个大猪出来把吴志辉一顿敲，反3屡见不鲜。基本上是秦红20比14左右打败了吴志辉。是的，这个过程和当年吴志辉对战黄训以及大白兔是何其相似啊！都是第一个人如果不能把对方1挑3，都存在被翻盘的危险。所以以数据来说，当时网战3剑客在竞裸规则下，应该是秦红大于吴志辉，大于大白兔。不过吴志辉私下对重庆玩家说，网战不适应，如果线下开枪，他有信心打败秦红。其实当时的吴志辉年轻气盛，无所畏惧，对自己的实力呢自信的要命。不过这也确实是当时水平提升最快的时候。红花会3剑客打败了挖煤战队，确立了霸主地位。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吴志辉，因为秦红前面和吴志辉的短暂交手都赢了。然而秦红和大白兔在对战其他的网战高手的时候，战绩不如吴志辉。当时挖煤战队的很多人都打赢了秦红和大白兔。不过当时的吴志辉打其他人都是吊打，后面很长一段时间秦红不在网上玩了，吴志辉就和其他玩家对战，神乐抬头的仙人模式无往不利。不过这里得提一下 KYO 玩网战其实比吴志辉还早，而且翻看吴志辉最早的接触网战的辉煌战绩的时候，会发现有几个战绩比较刺眼，除了和秦红的对战失败以外，就是和这个 KYO。由于当时的 KYO 没有什么名气，只知道是一个实力比较强劲的高手，输给 KYO 也没有几个人去关注，因为当时大家的焦点都集中在3剑客的身上，所以前面最初吴志辉和 KYO 有2次对决都输了，但是比分异常焦灼，都是10比9左右。然而后面一段时间呢，吴志辉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，不断吸收所有和自己对战高手的技术精华，也不断的积累经验。后面再遇到 KYO 时，已经可以反虐 KYO 了，但是分数相差也不大。在搞定了网战的所有高手以后，吴志辉唯一的期望就是打败网上呼声最高的秦红了。终于机会来了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进化升级后，一个网络比赛把吴志辉和秦红再次聚到一起。这次吴志辉是憋了一口气，一定要打败秦红。抢20的比赛一开始就仙人模式，基本上全程领先。最终吴志辉以小比分战胜了秦红，获得冠军。这个时候网战霸主确立，这对于吴志辉来说具有重大意义。当时的吴志辉就是名副其实的网战第一，没有任何人能在当时挑战他的霸主地位。所以这里可以看到，09年是陈文俊和吴志辉完全崛起的时代，一个线下霸主，一个线上霸主，彻底把秦红踢出了争夺中国第一的候选人名单。这里一个小插曲是大白兔和 KYO 的对决，两人代表了沈阳第一和福建第一，两个抢20的对战，各赢一场，分数极为接近，打得也是天雷勾地火，荡气回肠，结局也是皆大欢喜，都没有谁占到多大便宜。不过下面发生的事情让拳皇97界变得有趣起来。